我又到这家餐厅来吃饭了。中午请上次巴基斯坦的那个哥们儿啊，他要回巴基斯坦了，所以请他吃了个饭，也是这个餐厅。然后下午呢，有一个新加坡过来的朋友，然后约他一起请他喝了个咖啡，晚上呢又一个从澳洲叫什么墨尔本，对，墨尔本过来的一个，就也是算网友吧，我又到这儿来吃饭。其实，在清迈，你说有一个包厢啊，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聊点事情啊，就聊聊天的地方，其实真的不多。就是这一家，它算是有包厢。那我们基本上要约，也就到这个地方来。行了，那我们就先进去吧，听听我们墨尔本的这个朋友啊，他有些什么故事？他的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过会儿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聊聊。这个就是我们从墨尔本是吧？从墨尔本过来的我们的石先生啊，石先生，你到清迈几天了？到泰国。泰国我是6月7号白天飞过来的。6月7号，那已经有1个多礼拜了啊。然后去了美斯乐，到勇敢老师。对，勇敢老师那个是我很重要的事情。因为我们了解那个历史哈。对。然后我觉得勇敢老师也不错，不过也是靠你拉的线啊。没有你拉线，我也不了解他。也不认识。对，而且这个社会很多，特别中国人很多想法错了。举个例子哈，我们看到我头条看了很多，但是有的时候去问他们事情，他们不理不睬。我觉得这很差嘛。你举个例子，我问你，你马上告诉我了，那我马上跟勇敢老师联系上了。然后勇敢老师学校里有什么困难，要做什么事情，我们都可以帮忙的。对不对？他不容易的，真的。勇敢老师，我觉得真的不容易。我是觉得你刚刚前段时间也去看过他嘛，春节的时候，对吧？对。那如果多一点人帮助他，对吧？当然了，这个美斯乐这个地方，我先了解啊。也不是光是中国有征求那么简单。对。有好多都是中国出了很多事情，然后逃到泰国来。对，也不少啊。所以他的故事就很远了。然后我是听说你是也算老清迈了是吧？很早以前就来过清迈。非常老的清迈了。对。几年的时候？2008年。08年就来清迈。对，08年我第一次进泰国是6月份吧。是来旅游？没有，我来考察嘛。当时我要办一个工厂嘛，然后因为那时候开始美国反倾销，后来欧洲反倾销。蜡烛是吗？对。蜡烛。后来我生意做不下去了。那怎么办？我就想，东南亚这些国家不反倾销嘛。那么我目的2个工厂，2个国家嘛，一个是泰国，一个是越南嘛。越南。但是我当时先去越南，再到泰国，但是我发现工资这边高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是我发现就是给工人的工资是吧？对。但是我发现这里的人好。那么政府也比较好。因为越南太腐败了。太腐败了。那时候越南工资只有700人民币，这边就可能1000多吧。1000多。然后我刚刚呢又找了一个泰国的合伙人。但是大部分钱都我投出的。然后，但那个时候2008年来了，2009年就开始生产了嘛。然后到2011年结束了，我把它关掉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嘛？就是我当初已经移民在澳洲了嘛，所以我澳洲、中国、泰国这是一个。第二个我爸爸生病了，我爸爸2008年就得癌症了嘛。所以当然了，最重要的事情是这样子，我们合作的时候有一个泰国人，然后一个我，第二个就是一个以色列人，也是我的合伙人嘛。那么3个人分工的。举个例子，我是中华，泰国人嘛给我们管理一些当地的人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以色列那个客人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，他要去订单要他去给我们接生意，对吧？最后呢，我的事情很多，本来订单我也可以去，这个没问题。然后，而且我来的时候，我派了6个5个不是几个中国人到这里。哪个？我派了中国人在这里工作的。在这里工作。就是一些主要的技术啊，什么东西都是在这里。然后那个这个叫什么？就是我还是觉得泰国人做事情很认真。做事情很认真。我当时都想把工厂的，因为厂房是租的嘛。我都想把厂房买下来，土地买下来。那时候你是开在哪里？就开在清迈。南坡。南奔。南坡开公车呢，大概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40分钟，对，差不多。然后哇，那个也是很辛苦，因为为什么呢？泰国这个
它的工业为什么的话，它没有配套的。啊，没有配套。这个是大问题。所以你看，现在泰国为什么工业那么落后？其实它没有配套的东西。它没有配套。做产品要配套的，对吧？就纸箱配套，原材料配套，各种各样的配件要配套。对。它没有配套。那我那个时候真的很可怜了，连那个纸箱，我都从中国做了，所以我不同的地方采购原料，然后设备，然后集装箱发到这边。但是泰国，我觉得海关他们都很好，一般不会为难我。不为难。但是越南就不一样，越南每个集装箱打开，你这个单子上打的什么东西，它是一个个给你核对的，连一颗螺丝都不能错的。举个例子，它20颗螺丝，你不需要20颗，如果这个螺丝21颗了，要跟你要钱了。就非常非常的。所以我觉得当时我觉得泰国政府还是可以，而且我来了之后，他们马上给我这个工作签证。工作签证。其实你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是谁？那个时候是卡辛是吧？我都不知道，我对这些东西不能2008年也不能了解，但是在中间有一段时间是这个王三军啊什么。第一次闹嘛，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。而且打的时候很凶，有的那天发生了2009年吧。我是仓皇撤逃回中国的。仓皇撤逃。因为那个曼谷斗起来了嘛。这实际上没什么事情。对。有一个警察死了，我记得，有个年轻的警察。然后有几个那个。所以他们这个地方闹很正常，他们很正常。但是那个时候啊，清迈机场是军内开进来的，这个当然我现在，所以当时我是无所谓的。然后我家里人就死了。紧张了。紧张了。然后我记得当天晚上我就飞到曼谷。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曼谷回来上海。回中国了就是。但是我不能回，实际上我不想回来，我工人在这里。那么你这个工厂办的那是赚钱的还是怎么样？亏钱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亏钱？首先呢，开始来很多投资啊，设备投资啊，很多设备投资。投了多少钱？我估计人民币大概可能100万100万人民币的是那也很早，08年100万不得了了，挺大的数字了。我在这里工厂最后亏掉大概60-70万美金，肯定亏了。60-70万美金亏在哪里了呢？就是亏在工厂。就是租房子、设备。租房子那订单不能保证，这是可能订单不够。第二个就是说，我有个泰国股东嘛。等到我走的时候，我应该举个例子，我有集装箱的一个集装箱的产品，有一个集装箱的叫什么？叫材料。有很多设备。那这些东西我都应该拉走了嘛。最后本来说他给我寄存了。后来他都拿走处理掉。处理掉，钱也没给你。哪会给我？我来了好几次，后面我先看看他都不让我看。就是你所说的当时你们3个人合伙其中的那个泰国人。对。那你还说对泰国人印象很好？那你知道吗？这个背景有的。这个泰国人不坏的。他找的一个是中国人。一个女的女朋友。这个人很坏。他女朋友。所以我跟你说，这个人不坏的，这个人实际上蛮好的。对吧？然后我不要说是工厂的东西，我在这里购买了很多私人物品。举个例子，这个树根的桌子。然后墙上挂的那个叫什么，就是大象的雕刻。就是很漂亮。木雕。这个东西大概也要20万人民币。都没了。他这个都不肯给我。都不肯给你。当然怪我自己，我当初的时候应该工厂关掉的时候，把所有东西该运的都运走，产品们可以发到泰国去，对吧？机器们可以发到国外。我那个机器很先进的。自动设备的，单套设备光这一台机器就花20几万了。那么后来你现在这个工厂是后来开到哪里去了？没有开了，后来就关掉了。就不做这个了。就不做了。后来发现我们做外贸的人去开工厂是不合适的。当时没人就愿意就国内工厂跟我合作嘛。如果有人跟我合作，有人管理就很好。我不可能这个也管那个也管。你看我当时的时候，那几年我们是移民在澳洲的。那我跟我儿子在澳洲，我夫人在国内建设银行工作。在银行工作。那我等于这个人就撕不开了嘛，对不对？到处有事情。后来看，那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订单。还是订单。订单的话呢，就是说，举个例子，我美国那个客人订单，我的客人订单很大。他现在生意做的也非常大。3月份我去美国的时候见了，他仓库有4万平方米的仓库。但是当初的时候，他这个人有个脾气，就是付钱很慢。付钱很慢，因为喜欢拖拖欠欠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对。美国人原来也有这样的。不，他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。但是他的牌照很好。
他的班长现在住在巴黎啊。啊。他有一个酒店。现在一栋房子，然后4个公寓，他要来娶了个60几岁了。那我这次要去看他。我很好的朋友。他娶了个泰国太太是吧？他娶了个就是泰国太太也开始没娶。大概4、5年前娶的。他现在已经60多了，娶完以后嘛，生了3个小孩。这2天他去哥伦比亚了。是哪里人？就是美国人，还是也是以色列？他是摩洛哥的人。摩洛哥人，你认识的人真的是哪里的都有。我很容易跟人家打交道。这个是我们商业上很重要的事情。就是你一个人都不会跟人家沟通交流，做什么生意？然后他从摩洛哥跑到以色列。因为摩洛哥这个国家实际上很多人不了解，很小的国家。然后他从以色列又到了美国。他在美国，你知道包括这个现在4万平方的生意呢，他们2个人原来是开小商店。他开了6家小店。然后1995年跑到中国来。来看广交会。看广交会。但是那个时候如果没有碰到我这种人，他是做不了生意的。你也是参加广交会？我参加广交会。认识我之后，他说我们只有6家店。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怎么做生意的？客人进来，这个东西订多少一套，一个20车柜最起码的，否则不卖。就你做的就是蜡烛，指的是什么？就是工艺品的蜡烛是吧？对，工艺品点点的，就是香薰什么的。对，平时那个卫生间扫车的时候点各种各样的东西，还是这个用量很大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认识那个人，现在在巴黎亚，北方人嘛，丹东的，开工厂开得很好。也在泰国开工厂。就在巴黎，我跟他也买过东西的。我是会有时间，他是丹东过来的。你现在也在做这个事，还是做这个买卖？我这个现在不做了。这个为什么不做呢？因为产品档次太低。对吧？这种生意好像就是人家卖猪肉一样的，谁都可以做的生意，你怎么做起？就门槛太低了。对呀。门槛太低。外贸不是开始的时候不是有这种，谁可以做谁都没有。现在随便哪个人去，所以你也属于是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，是吧？中国。我觉得，因为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嘛，所以广交会那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契机嘛。很不容易。很不容易的。太不容易了，因为什么？举个例子，首先你这个，像我是原来是大学老师，我教数学。你是大学老师，对吧？我什么都不懂，我英文呢写看看，都可以，讲是不会讲。哑巴英语。我也数学呢，我当时硕士毕业的时候，我有一篇论文是英文写的。英文写的。那么到了宁波之后，人家不要我了。你数学系有什么用？不会做生意。数学系。所以我去的第一家公司很小的公司。然后也是外贸公司是吧？外贸公司。然后我过了3年，我就跑到一家很大的公司去。那么当然我们自己有想法，这个很重要。举个例子，当时我跟说做服装的，做鞋子的。那我为什么做工艺品？因为工艺品我觉得一个变化多，每年都要变化。那服装因为竞争不会太激烈。那么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当初国内的工艺品的工厂都是私人工厂。当初的时候，你看92年大部分都国企啊。国企，然后集体企业，很少有私人工厂。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一代人对国家的贡献很大。对国家真的很大。很多人不了解，就是说举个例子，当时大学毕业是100几块的工资。像我硕士毕业256。但是你知道我们当时的工厂的工人就可以拿300块钱一年。所以那批人，就是我们当时把订单拼命的国外接进来。然后我们卖出去是劳动力。那我主要做的是什么？就是浙江省，就是说私营经济发展比较高的地方。温州、台州地区嘛，黄岩县区、临海这些地方。那个时候都是我跟你说，一个小小的工厂，老板干活，这交通各方面都不像现在一样。国外也很少人要进来。大部分的国外客人都是坐在香港的这个中间商站。是吧？喝咖啡，下订单，谁愿意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？穷乡僻壤的地方来。所以那个时候生意确实不一样。然后我当时就是运气也比较好。有一个美国客人，我是90年认识他的第一年就做10几万美金。在哪里认识？就广交会认识的。广交会认识。广交会认识。而且我们当时那个公司很小。我们别人的摊位都摆在很显眼的地方，我们是摆在一个角落上。然后客户正好自己上来了。这个犹太人很聪明。他的脑子很，他不找大的公司做，他就专门找这些角落的人做。因为他说角落的公司，一个是小，第二个就是
肯定是就是比较做事情认真的嘛。对，因为公司小嘛，想接生意嘛，总是认真的嘛。然后他跟我认识的时候，那我的生意就越做越好。最后最多一年给他做到400万美金了。哇！但是这个人后来2014年的时候就关门退休了。啊，退休了就赚够了，是吧？所以那个时候我2012年开始我就生意很困难。以前我们做生意很简单的，不会自己去设计产品啊，想动多少钱，最多把工厂做的东西我们稍微给一给。然后他订单来了，反正你就按照这个来我样们就是子一样。我说来听话，就那个人家加点卖给他们。但是12年以后，我公司就彻底转型了，就是我自己做设计，然后卖给客人。卖给客人。每年去2次香港展览。那这2年展览会没有了，我就跑到美国去做展览。就自己到美国去开展会是吧？那是不是下次的展览？参加展会。3月份也去，2份跑过去，2年回去的。现在真的不容易。现在跑工厂也不难了，对吧？那国内的外贸，我觉得今年很差。以前不联系的工厂都打电话给我了，所以我没听到。哎，好，那我们就先吃饭吧，回头慢慢再聊。来，北京烤鸭。我以后老了就要写本书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是的哦，真的。你看我武汉的那个事情可以讲一下。对，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